Hello，歡迎大家收睇金金貓模型。繼今年3月嘅 RG、HG、MG 高達 Mark II 大比拼之後，我又遇到超級山積啦。今集就係大家見到嘅阿寶最強座駕 RG 溜高達同埋 High 溜高達啊！呢幾盒高達模型，其實我一直都好有興趣想買嚟體驗一下。喺呢度要多謝我嘅親人啊，免費提供呢幾盒 RG 俾我拍攝呢個陪你清山積系列嘅。我相信要買嘅朋友都應該買咗噶啦。但係大家會唔會好似我親人一樣冇時間砌呢？咁又係一個問題啦。另外呢兩盒模型係被譽為近年嘅 RG 頂峰之作，所以我都非常樂意再花時間去拍攝一集分件成品大比拼嘅。最初我同我嘅親人一樣以為呢一盒模型就只係得 HWS 裝備嘅。但係一見到咁大盒單色封面又係 PB 限定，心諗大鑊啦！打開再確認一下，估得真係冇錯。呢一盒模型係包含到一個 RG 溜高達嘅，即係代表呢一集我要砌兩隻溜高達啦。突然之間我嘅耳仔邊好似突然間有一句說話，就係點解要買同一個樣嘅玩具翻嚟啊？希望我表哥就唔會俾表嫂鬧啦吓！你哋以為淨係得 RG 溜高達？太天真啦！仲有 High 溜高達 version 卡，又係紅色 logo。不過今集我就唔做啦。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睇嘅，不妨留言講俾我聽，我或者會再做多一集 High 溜嘅 RG 對 version 卡嘅。3個溜高達合共用咗大約1個星期時間去製作，身體所有部分都達至完美分析。水口方面，大約90%嘅零件都有做隱藏式水口，所以亦都唔使用太多時間去處理嘅。至於黃色嘅零件，包括 High 溜嘅橙色零件，我用咗金燈 Marker EX 黃金色去手油改色嘅。我曾經聽過有朋友問：喂，溜同埋 High 溜會唔會有好多零件係一樣嘅呢？始終 Bandai 係好中意生產一套骨架，然後成個系列嘅機體都沿用嘅。今集我會帶大家睇一睇兩部機嘅分件比拼，大家自然就會得到答案噶啦。溜同 High 溜高達頭部分件數量係一樣嘅，都係10件。先組裝溜高達嘅頭部啦，喺呢度要補充一下，兩部高達頭部嘅出風位係要補少量黑色嘅。而頭頂監視器嘅部分，大家可以決定用唔用貼紙再補色。不過本身嘅透明件顏色其實都好鮮噶啦。我建議掃組嘅朋友有時間真係要滲一滲墨線啊，你會睇得到層次係完全唔同。而兩部機體嘅頭部外形都非常優秀。如果真係要作出比較，我就覺得 High 溜高達嘅頭部係比較有霸氣嘅。可動方面都試一試俾大家睇睇啦。High 溜連接頭部嘅頸就冇好似溜高達咁長啦，所以轉向嘅角度係有少少限制嘅。不過就多咗咁樣嘅向前同埋向後嘅活動範圍。而後尾枕呢個位可以輕輕向上打開，令到 High 溜嘅抬頭角度有更加多。至於溜高達頭部嘅可動就同一般高達模型差唔多，基本上有齊大家嘅一般要求。我自己覺得頭部嘅可動溜高達係比較優勝嘅。3個溜高達都非常優秀，兩個 RG 身體嘅扭動角度都一樣。我就以溜高達作試驗啦。呢一個部分係特別設計嘅關節啊，令到身體有更加多嘅向上角度，兩者都有噶啦。駕駛室可以拉起，但係艙門就要揾牙籤幫一幫手先至可以打開。裙甲方面嘅可動，兩個 RG 都係一樣嘅基本嘅要求。不過 High 溜嘅前裙甲就多咗一個特別嘅關節啊，有咁樣嘅拉開角度。溜高達嘅身體分件有37件，反而 High 溜就只係有33件嘅啫。再俾大家睇一睇近鏡，咁更加清楚啦。兩套模型嘅骨架同埋外甲零件雖然係有啲似，但係完全唔同嘅。
今集我想趁機會咧問一問大家嘅意見啊！嗱，呢類型嘅模型比較咧，由第一集嘅 BB 戰士武者還太無、高達 Mark II 同埋6月嘅 Freedom， 喂，大家覺得日後呢類型嘅影片，我真係好唔好每一個組裝步驟都拍攝俾大家睇呢？有啲朋友就覺得對佢自己嘅組裝咧係有幫助嘅，咁但係有啲朋友咧私底下對我講話，覺得咁樣做咧我太辛苦啦，咁亦都太費時間同埋精神啦，不如拍攝重點就算啦。嗱，其實今集我已經係有啲組裝過程，雖然係拍攝咗，但係省略嘅。唔知道一直都有收睇我呢類型製作嘅朋友會有啲乜嘢睇法呢？嗱，不妨留言講俾我聽。呢一類模型嘅比較影片，我由組裝、拍攝再加後期，基本上係需要1個星期去製作嘅，所以我每一次做完一集就要休息一段時間噶啦。呢一個就係 High Low 身體關節零件嘅組裝重點啊！記得尖嘅一面咧向上，而平嗰邊向下，之後咧先至再同另一件零件作組合嘅。我咁樣介紹會唔會令到大家有更加深嘅印象啊？同時節奏又可以快一啲。咁因為我驚咧，大家睇得多呢類型嘅影片會覺得好悶啊，所以真係希望大家不妨留言俾我一啲意見啦。呢啲就係腰部嘅骨架件啦，外形確實係好似嘅，咁但係細心留意就會睇得到係有少少唔同嘅，例如大小啦同埋長度。而呢啲零件就係2個 R-G 嘅裙甲件啦。R-G 撩高達嘅腰部由33件分件組成，咁都係嗰句啦，唔難砌嘅。唯一要注意就係有機會會將骨架嘅安裝方向調轉咗。另外啦，前裙甲嘅黑線係比較淺，咁要用黑線刀加深密線呢，先至可以顯現嘅。嗱，我知道有啲朋友呢係好驚滲線嘅，咁但係做咗呢一個步驟，作品嘅完成度係會更加高，滿足感亦都會大一啲。呢一件就係 High Low 嘅前裙甲關節，係採用咗 C 字扣作連接。嗱，我試過砌完再拆開檢查，係冇出現白化嘅問題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，大力啲插落去啦。至於分件數量就比起撩高達多11件，總數咧就有44件分件。High Low 喺呢一部分嘅分析分件，相比起撩高達就再出色一啲啦。不過組裝過程兩者就差唔多。咁再俾大家睇睇2個 R-G 嘅腰部比較啦。好明顯 High Low 就更加大一啲嘅。跟住就係手部嘅比較啦。大家可以見得到外甲嘅外形，兩者都係唔同嘅。手部嘅可動大家都一樣噶啦，升起90度，膊頭甲可以拉起，甚至向上高舉。如果今時今日做唔到，相信各位朋友都唔會接受。手部接駁身體，兩者都設計咗一個特別嘅關節嘅，可以咁樣拉出，令到手部可以有更加多嘅向前或者向後嘅可動角度。緊貼身體嘅握拳姿勢就一定得噶啦。旋轉都冇問題，冇任何阻礙嘅。手部嘅分件方面，撩高達有58件，而 High Low 就有85件。呢幾件膊頭關節咁樣睇咧係一樣。嗱，我左手揸住嘅就係 High Low，咁而右手邊就係 Low。嗱，好明顯 High Low 嘅關節係大一啲嘅。今次我就唔展示手部嘅組裝過程啦，非常簡單嘅啫。咁但係都介紹一下2個 R-G 嘅手型啦。大家都各有一對開掌手、揸劍嘅開窿手型，同埋一個右手嘅揸槍手型。當然仲有本身嘅一對主要拳頭手啦。腳部嘅比較，大家可以喺影片裏面感受得到 ，High Low 係比較強壯嘅。撩高達嘅腳掌分件，我手指指住嘅係有13件。單腳嘅分件就有34件，雙腳嘅分件加起嚟就有94件啦。High Low嘅腳掌有16件，單腳就有44件，
雙腳嘅分件加起嚟就有120件。有冇零件係一樣呢？右手邊嘅揩溜大家睇得到，嗱，雖然真係好似啊，但係揩溜嘅關節件係長啲嘅，所以兩個模型嘅主體由頭到腳係冇任何共用零件嘅。今次我淨係展示揩溜嘅腳部組裝啦。咁我自己喺呢3年大約就砌過10款 R 支，我覺得佢哋咧都有一個共通點，就係腳部嘅設計都係每一款 R 支嘅最多分件部分啊。嗱，所以你想知道嗰一盒 R 支分件優唔優秀呢？咁啊，觀察腳部就會知噶啦。無論係而家見到嘅揩溜，定係溜高達嘅腳部骨架，細節上嘅設計會令你讚嘆不絕嘅。你會睇得出件同件之間係有互動連動嘅效果，所以大家組裝嗰陣咧都要留心。裝呢一件 F64 零件就要留心啦，放入去嘅地方就係牙籤指住嘅空間。安裝正確就會係咁嘅樣，跟住再將其他零件裝埋上去。細心檢查一下所有位咧啱唔啱，就可以砌埋另一面嘅骨架啦。搞掂。接住當然就係將其他嘅外夾零件裝埋上去啦。由於我未砌過揩溜高達 version 卡，就唔知道究竟係呢一個 R 支定係 version 卡嘅分件比較多啦。不過嚟到呢一刻，我覺得呢一盒 R 支揩溜高達，無論係而家組合中嘅腳部，定係其他嘅身體部分，都係比溜高達更加優勝嘅。所以心思思想買嘅朋友，喂，唔好諗啦，買啦！揩溜高達嘅腳部可動非常出色嘅，大家可以見得到多個外夾嘅連動效果。腳掌更加有咁樣嘅擺動角度。至於溜高達嘅腳部可動都一樣有連動嘅效果嘅。嗱，不過佢嘅腳尖呢，就冇好似揩溜咁樣有一個特別關節嘅設計。咁樣放喺一齊，大家會清楚一啲。咁啊，再俾大家睇一睇兩個 R 支嘅下跪能力啦。如果有朋友真係分唔到溜同埋揩溜嘅分別，我建議大家留意兩者嘅背包。未裝上浮游炮嘅溜高達就係呢個樣。將浮游炮裝上背脊嘅樣，大家一定熟噶啦。其實我覺得呢個 R 支相比起溜高達 version 卡嘅浮游炮組合呢，穩固度係更加強嘅。揩溜高達嘅背包相比起溜高達，除咗有2支大型燃料罐，6支浮游炮係各自獨立安裝嘅。咁啊，拆卸方面都非常容易噶啦。由於揩溜高達嘅背包設計有啲似孔雀開屏嘅樣，所以都會有更加多嘅可動。不過我呢2支燃料罐呢，感覺上係有啲鬆嘅。咁唔知道係咪我嘅問題啦？呢2對翼嘅安裝呢，要講一講。首先呢，做一個錯誤嘅示範。我估好多朋友呢，一開始都係咁樣插入去嘅，但係得出嘅結果，大家睇得到係好鬆嘅。正確嘅安裝方法就係用大拇指同埋食指撳實灰色嘅關節啊，然後使出一啲力呢，插落去。咁啊，聽到嘎一聲咧，就代表成功啦。另一邊再做多一次，留意我手指撳住嘅位啊，咁樣咧先至係正確嘅安裝方法。說明書係有講嘅。2部 R 支背包嘅組裝過程我就唔多講啦，因為我想留翻啲時間咧去介紹 HWS 裝備啊。可能大家嚟到呢度咧已經唔記得咗，今集我係會分享埋 HWS 嘅。不過揩溜高達背包嘅安裝重點就已經講咗俾大家聽，希望各位組裝快樂啦！我專登將其中一部溜高達唔上水貼，咁等大家容易分清楚。
預備裝 HWS 之前，身體呢3件零件 H18、F24 連 A1 係要拆落嚟嘅，即係呢3件。左腳嘅 F4 同埋右腳嘅 F5 黑色零件都要拆落嚟。後裙甲嘅紅色件 A33同埋34都要掹走。呢啲就係 HWS 裝備嘅分件啦，總共有12件，咁啊好有玩 F90嘅感覺吓。我起初以為前裙甲呢個位係爆甲嘅一部分嚟嘅，但係原來係可以用嚟裝 HWS 嘅前裙甲嘅。腳部、身體、後裙甲嘅 HWS 都係好簡單作一個對接嘅。盾牌嘅安裝，首先要掹走左拳頭，再將呢件零件套上左手。撩高達本身嘅盾牌亦都要裝上 HWS 嘅專用盾牌裏面嘅。方法就係咁樣。最後啦，再裝翻個左拳頭同埋專用嘅盾牌。嗱，其實呢一個設計係幾好嘅。起碼唔會淨係得一個力點嚟承受成個盾牌嘅重量嘅。F90 IT 點解唔參考 HWS 嘅設計呢？右手嘅超級光束槍都有同樣嘅設計。心口嘅裝甲可以打開，露出裡面嘅飛彈。超級 Mega 光束槍可以伸長，亦都有一對支架可以拉落嚟。專用盾牌亦都有少量嘅可動嘅。咁啊，擺1至2個 pose 俾大家睇啦。雙手係完全夠力去承托佢嘅專用武器同埋盾牌嘅。咁大家都知道最經典唔夠力嘅就係 RG Wing Zero 啦。雙手會因為槍嘅重量又或者地心吸力而導致慢慢向下垂嘅。一體成型骨架始終都係有比較多嘅問題，而呢一個 RG HWS 就冇我啱啱提及嘅情況，大家放心慢慢玩啦。至於呢一盒 RG 撩高達嘅 HWS 裝備 PB 限定，價錢大約就係340蚊。不過 Bandai 對上一次將呢一個裝備開訂已經係23年嘅1月。外形方面裝上撩高達之後，感覺上係肥仔咗嘅，咁但係比例係設計得非常好嘅，唔會話覺得有啲怪咯。至於值唔值得訂呢？嗱，希望我呢一段影片可以為大家解答啦。咁當然大家可以選擇買 version 卡嘅 HWS 啦，咁但係都係 PP 限定啊，咁而且仲要接近600蚊。嗱，如果你真係想可以輕鬆擁有撩高達嘅 HWS 嘅話，HG 版可能係你最好嘅選擇啦。至於 High 撩高達同埋撩高達兩款都係通版嚟嘅，而家嘅價錢就合理好多啦。咁幾年前一出好多人都係買嚟炒嘅，咁大家而家唔使再食炒價啦。差啲唔記得咗今次多咗一排浮游炮啊！嗱，機會難得，都展示埋俾大家睇啦。撩高達嘅背包兩邊都可以裝上浮游炮嘅，就係呢個樣啦。嗱，我相信大家始終係中意撩高達得左邊浮游炮嘅樣嘅，始終都睇咗30幾年。嗱，咁再講多少少啦。其實 RG 撩同埋 High 撩呢一件係共用零件嘅，咁亦都有同一個帽，但係就唔同顏色。呢幾件會更加清楚。咁底同面都係一樣噶啦。武器同埋火箭筒都有少量分件係一樣嘅。呢幾件非常相似啊，咁但係留心一下零件表面上嘅細節係唔同嘅。最後俾大家睇一睇兩盒模型嘅分件數量總表。
雖然 High 溜高達嘅分件係比較多，咁但係唔代表溜高達比佢差。咁我覺得兩盒模型都係各位 fans 嘅必買系列嚟嘅。以前90年代嘅資訊唔係好發達啦，咁連一直都有留意 UC 系列嘅朋友都唔係太清楚 High 溜高達嘅來歷。白色嘅溜高達大家一定知道係出場於電影版馬沙之反擊噶啦。嗱，呢一個係 UC 系列嘅正史嚟嘅。咁 High 溜高達係乜嘢嚟嘅呢？其實 High 溜高達先至係出場於電影版馬沙之反擊嘅主角機啊，係溜高達嘅正式完成品。咁但係當年呢，就因為一啲原因，令到 High 溜同埋馬沙嘅夜鶯唔能夠出場於電影版裡面啊，所以就變成咗未完全測試就要上戰場嘅溜高達啦。咁不過富野呢，亦都唔想浪費咗 High 溜高達同埋夜鶯嘅機設，於是佢就寫咗一本名為《機動戰士高達馬沙之反擊：佩托蒂加的子裔》嘅小說漫畫，咁好讓 High 溜同埋夜鶯完成一次馬沙之反擊嘅劇情。所以兩部機一直以嚟都係我哋高達 fans 嘅幻之機體啊！嗱，好彩 Bandai 近年亦都還我哋呢啲 fans 嘅心願啦 ，Version 卡、HG、Metal Build 解像都出齊。咁希望喺未來嘅日子 ，Bandai 會繼續將呢幾款機體繼續出一啲新嘅版本，咁好讓之後嘅世代呢都認識溜同埋 High 溜高達啦。如果中意呢一段影片嘅，記得俾我一個 like 同埋留言講下你嘅感受，最好當然係分享俾有興趣嘅朋友收睇。未訂閱嘅朋友，希望你會訂閱我呢一個頻道啦。咁亦都喺最後，我想親口再多謝前一集 SD 高達外傳圓桌騎士篇為本頻道送上 Super Fans 嘅3位朋友啊！嗱，我喺呢度呢，親口再講多一次，多謝 Thank you 啊嚇！